在印度举办的航空展上 ，F-35隐身战机首次出现，因此很多人都认为印度将会采购这款五代机。而在边境处的西部战区歼20也将迎来真正的对手。那么实际情况是否果真如此呢？来详细了解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财户，我是虎妞。虽说印度这些年来在边境处进行了大量的军事部署，还将自家目前最先进的阵风战机部署在了边境旁的空军基地中，但这对于我国来说压力并不是很大，因为负责守卫边境地区的西部战区同样部署了我国最先进的歼20隐身战机。面对阵风这款4代半战机，歼20有着先天上的代差优势，再加上航电设备、武器设备的领先，在面对阵风战机的时候，歼20完全能做到以一敌二，甚至是以一敌三。印度也很清楚地知道这点，虽然对阵风战机是吹上了天，但对于它的实际性能到底怎样是心知肚明的。为了能够在边境处抗衡我军的歼20，迫切地需要一款五代机来武装自己的空军。为此，印军选择了两头抓，一方面是研究自己的国产五代机，另一方面则是老传统，直接采用氪金战术购买一款五代机。也正是这样，这次印度举办的第14届印度航空展格外的热闹。本次航展不仅印度总理莫迪亲自视察并发表了讲话，还展出了印军列装和国产的各式武器装备。全球有名有姓的军火商也都踊跃参加，毕竟谁能拒绝这么一个装备成批买、付钱也爽快的买家呢？在这些军火商的眼中，印度就是他们的金牌客户。而在这些参展商中，最为瞩目的当属美国的 F-35战机。作为全球唯一一款量产并对外出售的五代机，有很多的国家不惜花费数十亿，甚至是数百亿，也要买上这么一批 F-35战机。但美国也不是这么随便把这款战机出售给其他国家的。想要购买这款战机，得答应美国的大量要求才行。一旦购买这款战机，就意味着和美国绑定在了一起，成为了美国的盟友。而有着大国梦想的印度自然不甘心屈居于人下，因此一向喜欢买先进装备的印度却一直都没有传出要购买 F-35的消息。然而这次航展却不同，美军派出了自己的 F-35战机参加印度航展，并首次降落在了印度军用机场。对于这一不寻常现象，美军解释称是过来进行飞行表演的，但是不少人都认为印度这是想要采购 F-35战机了，不然的话，印度举行的航展，为什么美军要千里迢迢地派出 F-35战机过来参展呢？事实上，不光是印度想买这五代机，美国也是。因为在举行航展前，负责俄军工出口的俄记集团宣布，将会在航展上和印度空军商讨关于苏-5战机的共同开发事宜。如果此事成功的话，那美国不光会损失一笔大单，还会让自己的死对头俄罗斯的五代机进度加快。因此，对于 F-35的首次抵达印度，大家都认为印度这是想购买这款战机，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虽然俄罗斯打算和印度共同开发苏-5，但是苏-5目前还只是处于模型机状态，要投入多少钱用于研发不说，从原型机通过测试，再到批量生产，再到正式服役，需要耗费的时间起码也得10年。而中印之间的边境发生冲突的风险是越来越大。虽说近年双方都保持了很大的克制，但在边境双方不断增强的兵力部署，意味着存在大规模冲突的风险。对于印度空军来说，他们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等苏-5交到手里后再拿去对付歼20。而对于印度自研的五代机，这款战机的进度还不如苏-5，人家俄罗斯好歹有个苏-57可以做借鉴，模型机也出来了。而印度的五代机目前还是一个 PPT 状态，连实物图都没有，想要投入到边境线上，恐怕得等到本世纪中期去了。因此对于印度来说，实际上他们只有一种选择，购买美国的 F-35战机。这款战机的生产技术成熟，每年能稳定交付。印军如果选择加钱的话，完全能够在短时间内凑出一支 F-35战机机队，到边境上去对抗中国的歼20。
到时候的话就能看到一场史无前例的对抗了。虽说歼20当初在东海上空和 F-35有过一次短暂的交手，但那次的交手并没有实际画面披露出来，相关描述也是没有介绍交手的具体过程。而到中印边境处就不一样了，虽说双方开火的可能性很低，但是在空中进行一番比拼的可能性还是挺高的。尽管 F-35作为美军为了缩减成本而打造了一款有着上百个缺点的五代机，和歼20相比存在着大量的不足，一旦产生空中搏斗的话，歼20完全能够应付。但若是采购了 F-35的印度，起码也在战机代数上和我国处于同一梯队了。因此，对于印度可能采购 F-35的行为，我军也要保持警惕，加快推进6代机的进度，来保持代差领先。